在某些特殊关系里啊，你每个月给他5个，对吧？但是他依然还是要离开你啊。然后你跟他说我可以给你10个，但是还是要离开你，甚至他宁愿1分钱都不要了，对吧？他就是想要离开你。那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？这是我前几天刚接到的一个咨询，可能很多兄弟看来姑娘是想要上岸了啊。这姑娘呢确实有点不太识好歹了，这姑娘啊简直就是在羞辱大哥。好，焦哥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给你们讲一句，这不是他想上岸，也不是羞辱，而是权衡。因为不管是特殊关系还是正常的恋爱关系，都会涉及到2个字，叫做付出。只要关系到付出啊，就会关系到权衡。所以这里有2个底层逻辑，各位一定要明确。首先呢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啊，这虽然是一个经济学概念，但是跟感情是一个道理。不管你是 BY 关系，还是非正式恋爱关系，还是说你是奔着结婚去的一个感情，这个东西只要你沾上了付出，它就会变味儿啊。就像工作一样，你付出了时间精力，你加班加点干到了最后，对吧？最后你不仅拿到了工资，你还拿到了奖金，你是不是会很开心啊？因为这是你付出换来了的。大脑里面呢，它自然会有一个奖赏机制在平衡啊。但是在这种特殊关系里呢 ，money 是白给的啊，就是他陪你玩嘛，给了你情绪价值嘛，你笑了嘛，啊，那不就 OK 了？那这个时候呢，他其实就已经被你养成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了。就像你小的时候找家长要生活费啊，你只会觉得应该要给你多一点，越多越好，是不是啊？甚至有时候给的不够了，你还要闹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赚过钱，也没有吃过苦，不知道钱的不容易，你是没有概念的。所以当你看到别人穿名牌啊，但你的爸妈呢却就是不给你买，你就自然会对你的父母产生怨念。所以这种情况啊，就是他在温室里待久了，而这个温室呢满足不了他了啊，他想飞，想摆脱你们的这段关系。那处理方式真的很简单，第一，他想飞，那你就让他飞啊，给他自由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把固定付出收回，变成随机性奖励。猫咪的话很多人都养过，对不对？听话乖巧呢，我们就给它猫条；忤逆作闹呢，我们就告诉他，你最近让我很头疼，这段时间咱们不用再见面了啊。有了回报对比，他自然就会想要争取更高的利益，争取你的认可，那这个就能够直接打破边际递减规律。那我们再来讲第2个底层逻辑，就是 balancing loop 啊，调节回路。它在系统动力学里面的作用叫做纠偏和维稳，就是当系统状态偏离目标的时候，回路会启动反向调节，会把状态拉回正轨啊。这可能很难理解啊，我给你们换个说法。假设你是一个初创公司的老板，你给一个员工开了3万的工资啊，那你对他的期望是不是就会开始特别的高啊？你会恨不得他一个人干完所有的事儿啊，因为你会想要觉得说想要把这3万块给用回来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要不了多久，高级人才啊走了。原理是什么？当过老板的应该都清楚。那感情其实是一样的啊，你如果很有钱，是一个稳定的企业家，那没问题啊，他要多少都没问题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年薪100来个啊，他一个月要你5个10个，那是什么概念？你的一大半资产了，甚至是你的全部利润了。那这个时候你的需求感，你的依恋感对他就会越来越重，你甚至会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会倾到他那儿去。当然你除了固定的 money 之外，你其实什么都给不了他，对吧？那这个其实你们也都知道，甚至很多兄弟说我都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给他了，他还想要怎样呢？确实这么想没有问题，但这个背后其实暴露了一个本质，就是你的内核以及你的长期关系掌控力是完全不够的，你在被沉没成本所裹挟。这个怎么讲？就像小时候你妈妈给了你生活费之后呢，又告诉你说你要节约啊，你不能乱花钱啊，你看我工作多辛苦啊，我挣这些钱都不容易。这个时候本来拿到生活费其实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但是经过你母亲这么去说了一通之后啊，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，你不会对你的母亲抱有特别大的感激之情，反而是一种压力。那感情其实一样的
你有这个思维，有这个行动，就会大幅度的降低女人得到你的付出的这种愉悦感，你付出的作用呢也会减小。所以说，你如果决定保持一段特殊关系啊，或者说一段长期关系，那你就得放弃得失心，而不是去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角色，能懂吗？你要快乐，那你就只要快乐；你要依恋，那你就只要依恋啊，这样你才能够驾驭这种关系，你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女人，并且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享受其中。OK， 因为话题说真的啊比较特殊，我也不好给大家讲的太透了，所以各位啊，如果你解决不好你当下的问题，是可以直接滴滴的。当然了，我更希望你们能够悟透一句话，就是弱者才会去钻研什么情感和技巧，教哥永远都只带强者是人性，人性就是解决万物的根源。我是教哥，我们下期见。